这个寻常的午后，星光毫无征兆地亮了。表盘传来的微烫，是记忆深处从不曾冷却的温度。你说只要星星还在，你就不会走远。江玉白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？你是不是从未离开？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学一首古诗，叫做《独坐敬亭山》。我念一遍，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。独坐敬亭山，独坐敬亭山。唐·李白。人类是群居生物，这是生物学共识。但在10岁之前，我的社交数据始终显示为异常值。我能心算超市全厅流水，误差为0，能在30秒内解出奥数加骤题，却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那么容易交朋友。他们打完一架还能勾肩搭背，而我上学这么多年，却连一个同桌都没有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流星，也是那个时候，我许下了一个愿望。我想要做一个坚强又乐观的人，我还想要一个好朋友，我和朋友能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。希望它能早点实现。没想到那天以后，我的生活真的发生了变化。魏老师，你看啊，这就是小白在新加坡的成绩单，都是 A 的。小江同学很优秀嘛。老师，我只做第一。有志气。但是呢，在我们学校，这可不容易哦。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来，同学们，安静一下啊！老师说个事儿，咱们班这学期来了一位新的转校生，他叫江于白。江碧鸟于白，山青花欲燃。江于白同学啊，之前在新加坡上了3年的小学。如果他遇到什么问题，大家应不应该帮助他呀？应该。好了，江于白，你去那边坐吧。那大家把课本拿出来，我们现在上课了啊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好，我叫江月白。江于白。那你叫我00000之夏吧。下周就要期中考试了，周末在家好好复习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下课。你。老师再见。林之夏，
这次考试我可以超过你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期中考试，你肯定可以超过我，做年级第一？这一次，我肯定，应该，大概是年级第一。江玉白，我们刚开始做同桌，你好像还对我没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。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如果你考了年级第一，那我叫你一声姜老师；如果我考了年级第一，那你叫我一声林老师，以示尊敬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唉，没能叫成林老师，可惜呀。不，你还是得叫我林老师。哎，林之夏，我可没输你啊。竟然把语文作文写成了文言文，行啊！林老师，啊？什么？你最后叫我什么？林老师。夏夏，明天开学了吧？刚去我家店里拿了一些新文具。好。在这颗星球上，多数人擦肩即过，少数人相忘一生。小学4年级，275个晨昏，我们从陌路变成知己。5年后的今天，不知道那个小概率奇迹是否还愿意为我再次重现。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实验班。我叫孔圆圆，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的数学老师。那我现在开始按照学号点名，大家也相互熟悉认识一下，好吗？好。林之夏，到。你就是林之夏，好。江于白，江于白，没来吗？陈正好，到。方晴雨，到。报告。第一天就迟到，你叫什么？江玉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
江月白。江月白。那你叫我00000之下吧。你长得好高了。是啊，长大了吗？江玉白啊，听说你是从新加坡中学过来的？对啊，那新加坡那儿的学校跟我们这儿的区别大不大呀？那是不是有很多外国人啊？其实大部分都是华人。哦，我听说在新加坡乱扔垃圾犯法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能吧，我也没犯过法，我不知道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，说新加坡享有花园城市的美誉。这种严格的规定背后是一种社会契约，公民牺牲一部分自由，换取一个极度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。它是一个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困境下，通过极强的规划打造出来的城市国家。啊，你怎么像个机器人答题似的？哎，江一白，哎呀，你说咱俩这又碰着，这巧不巧？那个，你晚上干嘛去啊？我就是想邀请你晚上来我家，咱们一起看湖人跟凯尔特人的回放，这可是世纪大战。哎，你这看什么呢？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我家有特别多零食，还有我很多球鞋收藏，咱俩可以一起看。行吧。走，你平时喜欢干啥呀？是喜欢踢足球、玩游戏，还是？江一白他，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那你在新加坡都吃些什么？吃饭了。我为什么会问那种问题啊？他该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吧？我考进一中实验班了，我们又要成为同学了。
江于白，实在睡不着，就起来给你留言了。老实说，我想过很多遍和你再次相见的情景，但是今天的重逢，没想到会这么尴尬。可能是通讯不方便，也可能是分开太久，再见面会比较陌生。总之，我想坦白地告诉你，今天的感受不是很好。其实我也同感。今天下课时我还买了草莓牛奶，一直没好意思拿给你。我心事过不了夜，说出来多简单啊，不然思来想去的效率很低。哈哈，这性格是你。你说为什么我们在 QQ 上沟通就没有障碍呢？奇怪，可能习惯了吧。反正明天我会努力克服的。我也是，慢慢适应。还有个事儿我要修复一下。你今天问我长这么高吃的什么，我随口说了个饭，回答的有点蠢，我后悔了一天。那你重新回答一下。其实我小时候比你矮，挺伤自尊的，所以我在国外每天8、9点就睡觉，有在很努力的长高。太努力了，你都有点长冒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我看你睡着了，我就没有叫醒你，跟你说。啊？你刚跟谁聊天呢？我有急事要确认，哥哥。什么急事？笑得那么开心？我看看跟谁聊天呢？那大半夜不睡觉，谁呀？我看看。你看什么呀？我看看你跟谁聊天呢？你不能看别人隐私。撒手！我看看。你这么关电源就坏了，很脆弱的，就像就谁让你要看呢？它一下就坏。小女孩，我先睡觉去了啊。坏了，这电源就不能这么老拎着下。不考虑空气阻力，不考虑摩擦，说一辆汽车以30米每秒的速度在行驶，司机呢发现前方有危险，经过0.5秒的反应时间之后开始刹车。若危险点离司机的初始距离为60米的话，那么汽车是否会发生危险？汤婷婷，你来回答一下，是否会发生危险？汽车是否会发生危险？会，它肯定会发生危险。行，你先坐下吧。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之夏。林之夏同学，你别以为我看不见，在讲台上看下面，每一个小动作都一清二楚。你听课了吗？就帮人家传答案。来，你说说理由，为什么会有危险？汽车在105米的时候才会停下，105大于60，所以会发生危险。老师，我在听。
就算你算得快，那你一直在看课外书，你以为我看不见吗？看的什么？拿出来。你在看这本？高一的物理知识我已经学过了，我就想看看其他不了解的知识。那这也不能上课看呢，是不是？这也属于课外书啊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啊，下课。上课的时候呢，你也得这样看课外书，得照顾一下老师的面子呀。这也算课外书吗？我看看。昨天我听语文老师反映，大家最近对待语文课比较散漫。我能理解，历年来所有实验班的学生都比较重视理科，逻辑思维能力比较突出，所以你们很习惯解出一道题那一刻给你们的即时反馈。但同学们，千万不要忽略语文带给你们的表达和思想深度上的渐进式成长。老师带的班有一个惯例，就是每年开学的时候，我会组织一场图书角活动，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自己比较推荐的书到图书角去交换着看，一起学习，共同成长。所以现在就可以想一想，你们想准备的书单是什么？我那本书，你需要提示吗？这本，在之前给你的书单上有这本书。那你想好看什么了吗？都看过了。你到底看了多少书啊？科学类的都看过。这本吧，我只听说过，没看过。那本是金百惠放的吧？是吧，金百惠？金百惠，你还会看小说呢？我还以为你会放本教辅材料进来呢。家里唯一一本杂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呢。我今天考砸了，数学错了一道填空题，只考了118分。你这本书是谁的？不是你的吗？不是。不可能啊！全班应该只有你会觉得，这种书是高一的学生应该看的吧？
金百惠，你的书我看完了，很好看。上面有一些批注，应该是你写的，我很喜欢。艾米诺特在1915年提出了诺特定理，他有句名言：数学是自由的，不受任何外在束缚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学习的本质是一种探索，探索是快乐的，希望你可以挖掘一下其中的乐趣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你来找我是想同情我？我没有。谁让你同情啊？你懂什么？你以为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少自作聪明了。林之夏，你少得意，我会超过你的，我一定会。还在因为金百惠的事不开心啊？我在反思，在总结经验。我觉得我情商确实不太够。江玉白，以后你发现我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改。没必要吧？为什么？就按你的方式来嘛，大家慢慢了解以后，都会喜欢你的。骗人，从小到大就你这么觉得。我真的很想解决，你告诉我问题在哪儿？是不是我说话太直了？是。你这表情说明我就是说话太直了。没有。我该不会以前也说过什么话伤害过你吧？7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带我去测智商，市中心医院免费测的。那时我的智商是174，医生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往上涨。江玉白，你的智商是多少？比我聪明吗？没有，我哪有这么小心眼？你这表情明明就是有。可能偶尔会有吧，但其实我都记不太清了。咱们都这么好的朋友了，有话你就说嘛，别踩来踩去的。啊，就比如4年级上半学期，我这么久的事情你都记得？就那次，只有江玉白肯听我讲物理跟数学，虽然他什么都听不懂。那我真的挺过分的。还有你那本《人类观察日记》。你想研究我，是因为我是普通人类。对啊。而且你上面还写，我发现江玉白对著名的广义相对论也一无所知。你不是记不清了吗？怎么还如数家珍啊？好啦，以后这些我会注意的。我觉得我的好胜心有一半都是被你培养出来的。知错就改，我现在跟你道歉，江玉白不是普通人类，是伟大的天才。不需要，我会自己靠实力证明的。好的，江玉白天才。早知道就不跟你说了，走吧。随便你江玉白大王。走啦。在
再耽误大家2分钟的下课时间。这个月底有一个全省的希望之星数学竞赛，会在市里举行。这个竞赛呢是3人的团体赛，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组队参加。报名表要在下周5之前交给我，好吗？来，传一下。下课吧。江一白，刚才那个数学竞赛，你要不要跟我一队？你也要参加？那我们仨一起吧，正好人数齐了。江一白，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队？3省6部制是中国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央官制的核心体系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成熟。它将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决策、审核和执行3大系统。跟江一白组队，数学竞赛就是手到擒来，我们早就是所向披靡的充分条件。不过赛前我得帮他把概率题再捋一遍，他总在贝叶斯公式那儿卡壳。我把竞赛前的时间规划做好了，按照这个计划，我们肯定能拿第1。林之夏，我不能跟你组队。江玉白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组队参加竞赛？林之夏，只要我们一起组队的话，这个比赛就没有悬念了。或者说，只要有你参赛，这个比赛就没有太大的悬念，因为你一直是第1名。说实话，你确实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和我一起当第1名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只不过我不想靠你赢，我更不想当什么天才的队友。我也想看看面对同一场比赛，我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少。那好吧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我们来打个赌。江玉白，如果你考了年级第1，那我叫你一声江老师；如果我考了年级第1，那你叫我一声林老师，以示尊敬，怎么样？林老师。啊？什么？你最后叫我什么？林老师。好，你又想让我喊你林老师啊？你还记得呀，江同学？我当然记得了，那可是我童年阴影。那不好意思喽，这次你又要有童年阴影了。如果你输了，就要请我喝1个月的草莓牛奶，当做对我的精神补偿。我输了，我还要给你精神补偿？当然了，因为我失去了一次和好朋友参加竞赛的重要体验。你说你该不该给我精神补偿吧？那万一我赢了呢？你赢？我没想过这种情况。